过年了，朋友们，灯笼挂上了，对联也贴上了。今天热热闹闹在家吃顿火锅。咱说找人来家吃火锅，最大的精髓不就是少准备多安排吗？安排这个买点这个，安排那个买点那个，一不留神就凑了一大桌子。熬了点鸡骨牛骨汤当汤底儿，给辣锅做了一盘卤味，还炸了点酥肉。这两盘是单起个锅吃潮汕火锅的。过年虽然见不着钱账，但心里还是有。今天把家里所有能涮火锅的家伙事全都翻出来了。我试图计算出一个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不同锅底的座位分布，但是失败了。我说咱边吃边挪吧，脑袋笨就得靠腿勤快了。我今天就属于是吃啥补啥了，这脑花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吃啊？但我觉得辣锅涮汤是最近滋味的。然后老串座腿也累呀，我就来几个蟹腿，这大蟹棒一口吃进去，感觉腿灵活不少。这个麻酱就是比较常见的北方蘸料，什么都有，又厚又香。看我哥调这个辣锅啊，我心说这吃辣椒也太费肚了。完了说他儿子吃辣没有男子汉样，又给他儿子调了一锅。他儿子眼神里多少对这段关系产生了一点怀疑。今天吃饭有意思的事儿挺多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个是我姑串了2次座，手里一直攥着那盘大果子。这个是我妈，因为家里吃火锅，同学聚会都没去，完跟人说儿子腰闪了。这儿还有几个固定让朋友圈先吃的，这俩小子拎锅满场跑着给人添汤，我就愿意都喊着吃饭了，凑热闹嘛。过年不就图这个吗？反正我也说不出什么好听的，就祝大伙儿虎年心平气和的活着吧，好好活着。祝高尚收视长虹。红，我们拿绿的还算。今天又在家烤串了，咱不知道这玩意儿谁研究的，但给我们家整够呛。要是半个月没吃，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啊！你说年关将至，万事忙，全国人民都在那琢磨年夜饭和囤年货呢，唯独我们家人啊，睁眼就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给那半只羊吃了呢？烤羊串吧，不用腌，就是糖盐、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干就行。完早上拿点肘子换的红柳签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我觉得这玩意儿和铁签烤出来不是一个味儿。然后拿羊腿熬了一锅鱼羊鲜，今天不冷，我们就端外面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大雪地里来一碗冒热气的羊汤，再撒点葱花、胡椒面，这种快乐绝对是东北独有的，而且是冬季限定。我们平时在家吃就是带骨羊排和羊肉串，今天我姐来了，特意给她买了一卷腰子，这大腰子烤焦点，烤的哏哏啾啾的，再撒点白糖。咱不吹不黑啊，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拒绝这串大腰子，但是我感觉她这个指甲应该是做早了，我看她今天扒蒜子有点费劲呢。下午收拾东西，晚上不愿意动了，就吃点整事儿的。这锅是羊腿火锅，等会儿下面条。完这边烤点鹅肝和牛肉，现在属于是火锅局和烤肉局凑一起了。本来说愿意吃啥就坐哪边，后来我看选都挺揪心，我说拉倒吧，一锅一锅来吧。先吃的是烤盘，正好我妈中午没在家，给留了几个腰子一起热了。完这边羊腿蘸点韭菜花，吃完就下面条了。最后这点火锅面吃的太舒服了。等我爸睡醒来吃面条的时候，说你们挺厉害，这锅还能烙油饼。我一看哪有油饼啊，那是烤完鹅肝擦油的纸啊！你刚才上去整块了，我有个大学同学过年回来了，完在哈尔滨站一脚来家吃点饭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我居然真的上过大学。完我们就聊起来了，说上学的时候都吃啥来着？我们学校当时有食堂，但真没咋去过。它倒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主要那个食堂它在2楼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几段楼梯，它对大学生来说比登天还难。所以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黄金黄的焖锅，再不就是街口的麻辣香锅，夹肉不炸盐版。然后月中就会收敛一点，一般是4个人点1份鸡公煲，要不就是1份鱼香肉丝盖3份大米饭。这3个人里肯定有1个人吃的是汤泡饭。然后我们老二他妈这会儿一般会给他邮几袋固始鹅块，说让他尝一尝家乡的味道。我估计他妈可能现在都不知道，他这一个家乡的味道养活了8个儿子。然后月末就不用说了，上过大学都明白了，这会儿是大学生的清理肠胃时间。我们一般就是老3样：锅塔尖椒、香辣土豆片和火爆大头菜。咱说那真是一肉不肉啊。不过这几个菜确实挺好吃，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整明白，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菜好吃，到底是因为价格还是因为口味？来吧，这样的麻锅、鸡公、火大、好面、锅煎、鱼丝。乡土、固鹅、脆枣、牛焖，这些菜其实就贯穿了我们大学的时候1个月的伙食。然后没有汤啊，就正好用这个汤好喝的高汤面，有汤有面有营养。咱说上学的时候要有这玩意儿，就月初装大爷的时候，哪怕穿插1、2顿呢，那月末也不至于过得比陶白白还准呢。到23号就吃素。哎呦，我想想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前两天有个哥们家杀猪啊，给送了一个大后丘。我本来想腌火腿，但我们家人嘴急呀，等不了那么多年。我来吧，既然就吃大串了，都给他卸他。忘昨天100块钱收个吊炉，这炉子不出意外应该比我岁数大。我给你们看看他们串这串多实的啊，半斤一串的秘制梅肉，1斤1串的五花，还有1斤1串的麻排，然后还穿了好多别的串。这个全翅和鸡脖子好多年没吃过吊炉烤的了，土豆和鹅蛋都是包上锡纸就扔最底下了。这一小盆里其实是最狠的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这一锅串呀，中间打开炉子翻面的时候，那香味我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当时都想舔地下这油了。我们吧不会烤馕，我就买了几张发面饼。这饼夹串可太带劲了，还吃出点小时候放学在小摊买串那种感觉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站水堆上这么吃，然后屋里这些等教的吧，就说这温度不行，烤的太慢了。粉慢确实是慢点，但也有点人为因素。那你说我们仨在这看着炉子，那串熟的快的，我们还能眼睁睁看它烤糊了吗？那先吃点不也是属于没办法的事吗？供不上溜，他们自己就想招了，有拿烤箱烤的，还有拿空气炸锅干的，这一锅逼出不少油呢。反要过年了，油炸食品还是收敛点吧。那过年还得见人呢吗？不是。我最后一锅就拿屋吃了，还配点喝的，一锅肉汤炖的酸菜血肠，还有一锅鲜虾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就得干活了，还有10来斤干肠没灌呢。这个工艺现在已经非常简单了，就买现成的料按配比来就行了。基本上手勤快点的就都自己在家灌了，而且在家整的肉吃的也放心呢。我们这一盆正好是20斤，晾个6、7天就能吃了，到时候看看能剩多少斤。反正这么一折腾吧，我们也有点饿了。临了10点多又烤了一炉，我当时就寻思呀，这哪个邻居家窗户要是漏点风，妈这回得遭点罪呀。今天回屯子赶大集来了，这一上来价格给我干懵了。这一大袋子瓜子10斤70块钱，糖是8块钱1斤随便装，猪肉是整个猪放着现剔也是8块钱1斤，排骨都是成扇卖的。这一扇你说着好听的300块钱他就给你了，然后这么大鸡腿10块钱能买俩。这一上午就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：哎呦我这么便宜啊！反正东北大集吧，你见着啥都别觉得稀奇，鸡、羊、牛、鹅都表现得很友好。没见驴，但有卖驴肉的。这个是冻的桃，回家熬点糖水就是桃罐头了。现在天凉啊，这鱼你看能蹦跶2下，底下点着火呢。这火一撤，用不了半小时，这一盆就冻成冰。卖水果的也是点着火干的。没出太阳时候，这屋人最多。但是像冰棍啊、春卷啊这种不怕冻的，就直接放大街上卖了。问题是卖冰棍的人怕冻啊。这哥们冻赖去了，小袋2块，大袋5块，说受不了了，早赔完早回家得了。然后大集上还会卖很多应季的东西，你像卖棉裤的、卖棉被的，还有卖红袜子、红腰带的。我发现我最近跟日进斗金这几个字干上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这样，就我不是本命年，但我过年想沾点红。这会儿来赶大集的基本都是囤年货的，所以你就看吧，拎这些东西都属于买的少的。我说年底赶一次东北大集，那种过年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完临走买对联，我说这个老妈运给我来一个。人说哥们你挺幽默呀，我这不走好运吗？完今天晚上吃的就都是在大集上买的。我是真愿意赶大集，第一是为了凑热闹，第二是我愿意听他们说话，这一个个嘴都可碎了。我多多少少呢，在看他们的时候找到一点你们看我的感觉啊，就是找乐来了。